试过多少，才不会被现实看到。只是相爱很难，刚好陪着你就好，这样不算打扰。还依然听到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，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，变成了心事，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。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。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，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。我害怕知道，又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。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都很好。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，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。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秒，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。那如果他们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产品测试的话，那我们上线的周期可以缩短多少呢？至少2周吧。那得了，办张卡算什么呀？再者说，你这个小身板也该练一练。韩子墨，他昨天睡得晚，让他多睡会儿吧。这都几点了？韩子墨，韩子墨，韩子墨！哎呀，早醒了，大喊大叫的，照你这么喊，植物人都比你喊醒。哎，儿子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你老子连植物人都能喊醒，就是喊不醒你，成天跟梦游一样。是，我是在梦游。哎呀，我给你推荐的人不梦游不就行了吗？谁呀？黎初瑶啊。哎爸，初瑶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、特别努力、特别好？跟你一个德行。哎，黎初瑶到底怎么样嘛？工作态度还行，这个脑子啊有点问题。有你这么说人家的吗？人家那是老实，都跟你似的，老油条。行了行了，吃饭吧啊！吃饭都堵不住你们俩的嘴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还真打呀？我觉得你应该再使点劲儿，不疼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儿。吃饭。什么呢？多给他盛点。好，谢谢。行了行了，这吃着饭呢，还老玩手机啊？快吃饭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谈恋爱啦？哟，我弟交女朋友啦。那是好事儿。哪天不忙领回来我们瞅瞅，就是认识一下。哪家的小姑娘啊？哎，你们想多了，没谈恋爱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吃饭。你看人家姑娘等得多着急，还不承认？赶紧回人家呀！不回。我看看是哪家的小姑娘。你别管。她？谁呀？你俩什么情况啊？他最近总是给我发信息，能不能跟他说别发了？烦死了！你们怎么勾搭上的？是他勾搭我啊！哟，跟他说说。
你也认识啊？哎，谁家的姑娘长什么样啊？你有没有照片啊？哪个学校的？你跟妈说说。男的。啊？哎，你最近跟韩子墨联系的挺频繁啊？没有，还说没有？吃饭的时候一直跟他发消息，怎么回事？可能他看我公司最近发展不错，想合作。他跟你们合作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人没什么正事儿，你别被他忽悠了。他还能忽悠我？你别被他忽悠就行了。忽悠我干嘛呀？老板刷了啊！我觉得你家这个手环还挺实用的。现在这一款呢，主要是用于心率监测。如果想拓展到健身领域，还有很多方面都需要去改进。啊，对了，张教练，虽然现在健身是热潮，来办卡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是我发现真正能坚持下去的学员好像寥寥无几啊。对，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现在的人呢，普遍都心浮气躁，来了1、2个月之后，看着没什么效果。体重不减反增，自然就不来了。没什么效果。如果我们的手环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汇报每一次健身后体脂、肌肉还有水分的变化，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健身后的效果，那会不会更加激励很多人在健身这条道路上长久地走下去？这个主意不错啊，那当然好了。危险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慢点啊。张教练，幸亏没有伤到骨头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谢谢你啊，张教练。没事儿，但是记住啊，以后自己不熟悉的器械，千万不要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，多危险。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哎。见啊。回来了。您拿这么多衣服干嘛呀？所里边组织干警家属上山里的民宿住2天去，也算是对老同志的一种福利待遇吧。正好带你妈放松放松去，那儿天然大氧吧，空气特别的好。那我妈这身体能行吗？咨询大夫了，大夫说，换换环境更有好处。啊，那药带了吗？都带了，你妈都给准备好了，你操心操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这都多少年没出去了，还真想出去走走呢。那你们到了就要打电话啊，每天必须得联系。不说差点忘了，充电器。哎，这忘了可耽误大事。看你这个人的脑子啊，我都提醒你多少遍了，跟你出去还不如跟我的孩子们出去。哎呀，这是嫌我老了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等你走不动的时候，那背着你往山上跑。我等着呢。给，搁你的兜里边。山上冷，拿点厚衣服吧。你提醒我了，那个初晨啊，跟我去我们卧室那个床底下，把我跟你爸的那个厚衣服啊给拿出来啊。别，你2件就够了啊，1人1件就够了。行，知道。爸，你们真行吗？没事儿，我保证24小时不离开他半步。一定要注意啊。行吧，我每天定时向2位小领导汇报。好警察。
张教练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因为我。您好点了吧？没事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来，咱们继续练啊！来，我起来，来，我起来。您慢点。你得相信我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有，来，请吧，没人拦着你。哎，不就有几块臭奖牌吗？回头我也上网买一档。对。哎，你当初骂我那架势哪去了？我要不是看他救了我一命，我早就骂死他了。哎，这样啊，下回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你看他哪儿不顺眼，我帮你叫你妹。就你那小身板儿，还能指望你呢？我怎么了我？四爷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四爷，你至于吗？生这么大气。我也就是过过嘴瘾，为了工作我都忍了。你还忍呢？每次去都板着张脸，能不能控制控制？我控制不了，我对他那种厌恶是种生理反应。生理反应？你去把它弹下来，不就不用去健身房？啊？那能不能换个人对接呀？我看着他我难受。这人可是你找的啊？你去？你刚说了你要去。我后来觉得吧，这张教练他有点肉麻，他不太适合我。你们去。我敷衍。哎，胖子，你不去啊，胖子。哎呀，这关键时刻呀，还是我最好。我陪你去。啊？我说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一个张志远已经够我受了，再来个常大佬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折磨。嘿，我觉着挺合适的，正好他可以陪你。米洛叔，我觉得吧，肉麻就肉麻点吧，为了你能豁出去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不会感兴趣，我陪你去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哪儿都有你啊？我怎么了？哪儿都有你？我陪他去怎么了？我陪他去的。刚才让你去啊，我去，就我去啊，去你那儿去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速战速决，尽早从张志远的泥沼中解脱出来。你想怎么解脱？你这个不会是要使用美人计吧？对，把肚子贴住。哎，对，坐呀又偷懒。这个，再加一个。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今天有空吗？要不去我们公司熟悉熟悉？啊，我还有2个学员，要不你先坐那等我一会儿。好。等你用啊。刘小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水挺烫的。我们健身房女学员比较多，张教练准备的都是热水。他说呀，热水对女性好。哎，你们张教练平时都被这么多女学员包围吗？我们张教练确实很有魅力，
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学员报名。但是他这个人呀，一门心思都在健身上。可能旁观者看来某些动作不太雅观，可从健身方面来看，只是为了追求更规范的动作而已。我们张教练心思很单纯的，他特别一根筋。我看出来了，没事儿秀秀肌肉，也不分场合，挺自恋的。他那不是自恋，只是自信而已。自信？我们张教练跟我们讲过，他小的时候呀特别瘦小，就总受人欺负，他一直挺自卑的。后来看了施瓦辛格的电影，就发愤图强，要变得强大。他展现肌肉也不是为了炫，而是希望大家能真的意识到健康美的意义，让自己变得健康强大起来。他觉得呀，他必须要表现出一个自信的榜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摆脱那种自卑感。就坚持一下嘛。怎么呀？你这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我看看，这抽筋了，这是。腿没弯着啊，伸直啊，不是疼，哎！放松，随着我手的力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像好点了。扶他起来吧，这不是好了？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就好了。原地啊？还不快谢人家张教练？谢人家。谢谢张教练。应该的。没事，大家都散了嘛，没事啊，继续练。哎，张教练，不好意思啊，之前冒犯你了。今后大家都是好兄弟。难得啊，思义今天心情很好嘛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件衣服，一会儿就出来。呀，难得呀，思义今天心情挺好啊。哦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的，微信也不回，怎么办呀？我看天气预报说，山上的雨比这还严重。一旦有什么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有咱爸在，出不了什么大事儿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坐一会儿。还是无法接通啊？现在天气这么差，山里面没有信号也很正常。你要不先去睡吧，有什么消息我告诉你。我睡不着。估计爸妈现在也联系不到我们，等他们有信号，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。我们再等一等。若
世界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，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有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，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流水的匆匆，是云掠过彩虹，你是一抹春风，吹散我的寒冬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要我一世守护，是最大光荣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若我从未触碰，该何去何从？哎，爸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，就是昨天啊，他这边雨下的特别大，他电断了，完了这个电话没电了，这不今天早上都来电了，刚充上，啊，告诉你们一声，别着急了啊，挺好的啊。那妈呢？啊，在。出尘啊！出尘啊！那什么，哎，好着呢啊！告诉你姐啊，不用担心。哎，我跟你爸爸还得玩2天再回去呢。哎，这儿可好了，那空气都可清新了。有时间啊，你们也得过来玩啊！行，那你们多穿点衣服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们赶紧再睡会儿吧啊，还早着呢。哎，挂了。哎。这样就好。哎，你一晚上没睡啊？你去睡吧，我去买早餐。行，那我再去睡会儿了。好，您的菜请慢用。吃，随便吃，今儿我请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？什么叫今天？就吃个饭嘛，就聊会儿。啊？哎，醋意这么浓，应该吃饺子呀。错？什么错？你是不是吃那个张志远的醋？逗，我吃哪门子醋啊？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正好呢，我觉得这个牛思义和张志远还挺般配，我去撮合撮合。你敢？不是你信不信我跟你拼命啊？你看，还说没吃醋。思义可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得抓紧了。当然知道了，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近她。追姑娘这种事，我也帮不了你。
行。你说我这事业未成，天天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，太不爷们儿。不想了，这一点我同意你。男人嘛，应该以事业为重。等我们登上事业的巅峰，我再把牛思义娶回家。等会儿，谁把牛思义娶回家？你把牛思义娶回家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说韩子墨要是把黎初瑶给追求上，你这当弟弟的，你吃不吃醋啊？我当弟弟的吃什么醋啊？我要是当弟弟的，我就吃醋。当弟弟吃醋？行了行了，别想了别想了，吃菜吃菜。不好看，好看，你多好看啊！这个不好看。我做就特别的好看。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。哪儿不好看了？你就说嘛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做的，我做是新力科技吧？是啊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洛书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是啊，他还没来呢。你要不在旁边坐会儿？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挺抢手的。对啊李洛书应该是你们大老板吧？他占多少股份啊？哟，您是投资人吧？来，戴帽来，来，请坐，来。我不做，我很忙的。我呢，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。情况，情况我来跟您说。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，它马上就要面世了，它现在好得很，而且现在市场估值啊特别的高，一大堆投资人等着投资呢。那您要是有想法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哎，洛叔，你正好来了，这个有投资人。某某。你想要多少？不多，10万。好，我尽快打给你。还有啊，您下次有事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别直接就来公司。行啊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事儿都好说。有件事儿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小朋友又来打电话哈。那哥哥问你，你来这儿打了这么多的电话，一次都没打通过，你到底是跟谁打的呀？没谁，一个不认识的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呀？我不打了。
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啥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哼，就300。最近考试，没时间的。要钱的时候有时间，还钱的时候就没了。明天考试结束，我一定打工把学费还了你。当妈的把儿子抛弃了，自己人间蒸发；当儿子的天天在别人家里吃白饭，你们一家可以呀、真把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。就少说几句嘛。我说，快屋里坐一会儿吧。我不去了，走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。别骗我了啊！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你在楼下坐着，出什么事了？可能最近工作太累了。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跟姐说，我一定帮你。嗯。放心吧，早点睡吧。您怎么又来了？你不是不让我去你公司吗？而且我想告诉你，拖延不是办法，该你的你躲不了。我答应过的事，有哪件没做到？谁知道你会不会半路跑了呀？先走吧。怎么了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你先上班吧。我还没弄明白这怎么回事呢。这是谁呀？你别管了。什么叫我别管了？我是你。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走走。喂，楚瑶。这样，明天周末，咱俩一块出去玩呗。最近工作有点累，就不去了吧。啊，好吧。对了，洛叔最近干嘛呢？我怎么一直联系不上他呀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呢。他不会故意躲着我吧？他躲着你干嘛呀？可能是事儿多呗，让他清静几天吧。好吧。嗯，好。我回来啦。回来啦？赶紧给你弟弟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嗯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饭已经好了。我公司还有点事，我不回去了。哦，行吧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要不然妈该着急了。好，不用等我了，先吃吧。嗯。
他说他学校有事儿，不回来吃了。不回来吃啊？嗯。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咱们先吃吧。In 1428, Masaccio painte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St. Peter for the Brancacci Chapel at Santa Maria del Carmine. 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要不你们先睡吧，我再等会儿他。楚晨，楚瑶，你睡了吗？楚瑶，怎么了，爸？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刚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不行，我得找找他去。哎呀，爸，别去了，他都这么大人了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这一会儿妈要是醒了，事儿就更大了。这孩子，你快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快回去睡吧。行了啊，我再给他打电话。好。嗯。初晨，初晨，你在吗？妈，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啊，出神了？他呀，他说学校有事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这就走啦？嗯。哎呦，给他留的饭他也没吃，这孩子。是啊，太早了。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？你再回去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我这睡的呀，腰酸背疼。那我再去躺会儿啊。嗯，我不管你了啊。啊。
他这2天都没来过公司吗？可不是嘛，连人影都没见着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那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？或者这几天谁来找过他？姐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跟我们所有人定的规矩，再急的事也只能打电话，不能去你们家上门找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前2天洛叔的一个伯母来找过他，还问他是不是公司的大股东。对，伯母。你好，陈爽在哪个房间？若回到那一天，定格你笑脸。若不知我的心愿，结局如何改变？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流水的匆匆，是云掠过彩虹，你是一抹春风，吹散我的寒冬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要我一起守护，是最大光荣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若我从未触碰，该何去何从？